美国如何从二战一跃成为拥有世界霸主的地位？是名不副实，还是势不可挡？接下来从3个维度来讲解二战对美国的改变究竟有多大。第一，自然是经济层面。二战前，美国得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综合症，这病在经济学上叫有效需求不足。你饿了3天，走在街上，闻着包子铺的香味，直咽口水，脑子里全是老子想吃肉包子，这就是需求。你看着别人开小汽车，住大别墅，你也想整一套，这也是需求。人的欲望是个无底洞，所以从本质上讲，这个世界的需求永远是无限的，从来就不存在枯竭这一说。什么叫需求不足？顾名思义，就是大家都不想要了。比如全美国的人突然都顿悟了，全跑去深山老林里修仙辟谷，白给肉包子都不吃，白给汽车都不开，这就叫需求不足。但这可能吗？大萧条时期，大街上排队领救济汤的失业工人饿得眼睛都绿了，他们对面包、对衣服的需求简直大得能把天捅破。所以大萧条的病根绝不是简单的需求不足，而是美国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你站在包子铺门口流哈喇子，口袋里却掏不出哪怕一个钢镚。所以在冰冷的商业世界里，你光有需求没用，你不仅要有欲望，你兜里还得有真金白银买得起。因此欲望加购买力等于有效需求。现在很多美国人骂罗斯福不懂经济，随便乱搞。不是罗斯福要乱搞，而是美国的资本做得太过分，把老百姓口袋给掏空了，因此必须搞你。二战在经济层面对美国最大的改变，就是让美国诞生了无数的中产阶级。罗斯福是个猛人，他一看经济死循环的症结，不就是老百姓没钱，形成不了有效需求吗？行，市场不发工资是吧？政府借钱发，政府当大冤种，疯狂借债，雇这帮失业汉去修马路、盖公园，甚至雇人今天挖个坑，明天再填上。老百姓干了活，拿到工资，有了购买力，转头去买面包，这就人为造出了有效需求。但在骂他的人看来，这招有个致命伤，政府借来的钱是有限的，花纳税人的钱去人为造港，这是在破坏市场规律。事实上，折腾了快10年，美国不仅背了一身债，到了1939年，失业大军依然庞大，大萧条的死结根本没彻底解开。眼看着罗斯福的这口参汤又要续不上了，突然日本人送来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珍珠港事件。那个折磨了美国10年，让罗斯福挨尽了骂的经济学死结，瞬间被一股不讲道理的暴力给干碎了。因为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怪物，强行制造了一个无限大、不设上限的有效需求。你想想，前线打仗是个什么概念？但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不管你后方造出多少架飞机、多少辆坦克，前线一口气全能吞下去，然后瞬间化为灰烬，接着回头找你要更多的。买单的是谁？是国家。国家直接踹开资本家的大门，别造什么破汽车、小冰箱了，给老子造轰炸机、造大炮。老板们哆嗦着问：造那么多卖给谁呀？老百姓没钱啊。政府大手一挥，老子买，你有多少，老子要多少，不计成本，立刻交货。这就等于给美国工业报表的产能一下子塞进了一张永远刷不爆的黑卡。为了接住这波泼天的富贵，罗斯福上了2手狠活。第一是暴力搞钱。对于罗斯福来说，买资本们手中的武器自然是不能自己掏钱，一头对着富人举起税收大刀，个人所得税最高一档居然狂飙到了惊人的94%。你赚100块，罗斯福直接拿走94块，你敢说不愿意？前线几百万拿着枪的小伙子看着你，再不行跟我的 FBI 喝茶，这个爆出来的金币就能进行一次极大的分配。另一头对着普通老百姓疯狂发战争公债，美国人当时爱国热情爆棚，1.3亿总人口里有8500万人掏钱买了公债。第二手物资管控，钱到位了，物资也得管死。你想买点橡胶做轮胎，想买铁打个平底锅，做梦！全国880多种物资全被国家强制接管，所有资源优先供军工厂造武器，到最后老百姓吃口肉喝口咖啡都得凭票供应，搞出了一个叫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超级机构。这玩意说白了就是把整个美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计划经济体，所以计划经济在生产效率方面绝对是顶级的。短短几年，美国的飞机年产量从不到6000架疯涨到近30万架，稳居世界第一。那劳资纠纷怎么办？资本和工人可是天生死对头。罗斯福把工会大佬叫到办公室，泡了杯茶，给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我给你们发加班费，保证带薪休假，保证新工人必须入会，但作为交换条件，战争期间绝对不许停工。对于资本，罗斯福反手就是一个战时劳资冲突法，不听话，总统直接接管你的工厂，胡萝卜加大棒，大局被死死稳住。这场战争打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直接翻倍，稳坐世界第一把交椅。连过去只知道拍电影、搞好莱坞的洛杉矶，都被这股狂潮逼成了重工业制造基地。什么大萧条，什么失业率，在天量的战时订单面前被轰得连渣都不剩。罗斯福直接靠收税，然后对工厂下订单，接着把钱强行塞给普通人。二战让美国普通人有了购买力。接下来第二个维度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社会文化与阶层的转变。二战把美国从大萧条的泥潭里硬生生拔了出来，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大家兜里有钱了。以前穷的连饭都吃不起，单身汉们憋着不敢结婚，现在进了兵工厂，工资暴涨40%，结婚率直线飙升，年轻人在上前线前疯狂闪婚，直接给战后的婴儿潮铺好了温床。这场战争还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平权运动，千万别把这种平权想得太高尚，以为是政客和资本们突然良心发现，拥抱博爱了。这背后的逻辑极度冷酷，就4个字：产能倒逼。
几百万精壮的白人小伙被送上了前线，后方兵工厂的机器谁来开，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只要是个喘气的，能拧螺丝，全给我进场。于是美国的祖宗之法被打破了。大批妇女脱下围裙，穿上工装，扛起大锤，包揽了重体力活，女性劳动力暴增70%，直接顶起了1/3的美国工业半边天。大萧条时被无情遣返的墨西哥人，现在因为劳动力紧缺，又被美国政府签协议请了回来当合同工。最精彩的博弈发生在黑人身上。一战的时候，黑人兄弟希望上前线，用流血换社会地位，结果战后照样被白眼。二战时，他们学聪明了。黑人工会领袖伦道夫直接拿着一份10万人进军华盛顿的游行剧本去要挟罗斯福。罗斯福当时正忙着跟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死磕，哪有空管后院起火？为了息事宁人，他赶紧捏着鼻子成立了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这叫统战价值。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的容忍度完全取决于你是否影响打赢战争这个唯一的大局。在二战期间，因为中国是盟国，美国不仅正面宣传华人，顺手就把实行了半个世纪的排华法案给废了。印第安人能用土著语发无线电密码，日本人听不懂，那就给发军装。甚至连德意和意义，只要你不替纳粹说话，政府都大多的表示你们是好美国人。但如果你被视为异类或者潜在威胁，那国家的铁拳砸下来绝对不讲武德。在洛杉矶，穿着宽松佐特套服、留着长发的墨西哥裔青年，在大街上被白人水兵和士兵围殴，结果呢，警察在一旁看戏，最后反手抓了500多个挨打的墨西哥人，还出台法律禁穿这种衣服。你想想看，二战打得正凶，前线缺吃少穿，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搞了极其严格的布料配给制，恨不得把老百姓内裤的布料都省下来去做降落伞和军服，甚至明文规定了西装不准做翻领，不准做贴兜。结果呢，这帮墨西哥裔青年穿着耗费巨量布料的佐特套服，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这就好比全国人民都在勒紧裤腰带吃糠咽菜支援前线，你偏要在军营门口大摆宴席，还吧唧嘴，这不是典型欠抽打？然而最惨的就是当时的日裔美国人。早在二战前几十年，加州等西海岸地区的日裔移民非常勤奋，白人不爱种的荒地，他们拿过来种，白人干不了的苦活，他们干，结果就是日裔在美国西海岸搞出了庞大且利润丰厚的农业和商业帝国。极现实的经济利益冲突，让西海岸的政客、农场主和白人社区对日裔恨得牙痒痒。他们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把这帮竞争对手连根拔起。1941年12月7日，炸弹落在了珍珠港，美国社会瞬间炸锅，民间开始疯传各种地摊文学级别的谣言，说日裔渔民在海上给日本潜艇发信号。这时候，负责西海岸防务的最高长官约翰·德维特将军抛出了一个神奇的逻辑。有人问他：“将军，咱们抓不到日裔搞破坏的证据啊，目前为止一起破坏事件都没发生。”德维特冷笑一声说：“正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搞破坏，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正在憋一个大的坏招。只要你长着一张日本人的脸，在当时就是原罪。”陆军部长史汀生顺水推舟，把报告递给了罗斯福。罗斯福大笔一挥，签了第9066号行政令。命令一下，西海岸的10万多名日裔被限期搬离，他们只能带走双手能拿动的东西。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不是对你说的。辛苦经营了几十年的大农场、商店、旅馆，被周围的白人以几十分之一的白菜价拿走，然后这些人被塞进火车，运到了内陆的荒漠戈壁滩里，那里夏天热死，冬天冻死，四周是铁丝网、探照灯24小时扫射，看守的士兵机枪上膛。美国政府给这地方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迁移中心，但这玩意儿在法西斯国家有另一个名字，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最痛苦的是那7万名拥有美国国籍的年轻一代，他们从小唱着星条旗长大，觉得自己是美国人，结果国家把他们当间谍关了起来。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这帮年轻人做出了一个选择：既然你不信我，那我就去前线替你流血。美国军方一看，正好欧洲战场缺炮灰，就把这群日裔青年编成了一个纯日裔的部队——第442步兵团。这支部队在欧洲战场上打得极其疯狂，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就在美国这种狂飙突进又极度撕裂的环境里，死亡的焦虑和大把的钞票混合发酵，美国社会文化产生了4大化学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放纵。大萧条时期，大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心思去想什么个性解放？穷是最好的道德约束。但战争一来，情况变了，年轻人一进兵工厂或者一穿上军装，手里突然有了大把的现金，同时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老子下个月可能就要被送去太平洋喂鲨鱼了。当一个人有钱且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时候，他会干嘛？他绝对不会去存银行买理财，他会去疯狂消费，疯狂享乐。所以电影院爆满，地下赌场日进斗金，舞厅里挤满了跳着狂热摇摆舞的男男女女。这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末日狂欢心态，彻底击废了美国清教徒那种勤俭节约、禁欲克制的传统价值观。第二个是 LGBT 的出现端倪。在二战前，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美国中部农业州小镇与众不同的小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异类，只能把秘密死死憋在心里。但二战的征兵制无意中干了一件极其魔幻的事，他把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同龄同性强行塞进了同一个封闭空间。
几百万精壮小伙子吃喝拉撒睡全在一起，这里没有父母的目光，没有家乡牧师的碎碎念，这就给他们有了绝佳的相认和抱团的机会。同样，大批摆脱了家庭束缚的女性也纷纷加入了女兵后备队。二战不仅没有压垮他们，反而成了美国 LGBT 群体在历史上第一次成规模的觉醒与串联。第三个化学反应是大麻的泛滥，因为二战时日本把控了太平洋，切断了美国原本从亚洲进口马尼拉麻的供应链，没麻怎么办？军舰上的缆绳、士兵的降落伞、军服的线衣，全得用大麻纤维来做。为了打赢战争，美国农业部甚至拍了部宣传片，叫为胜利种植大麻，鼓励中西部农民大规模种大麻。大麻种的满山遍野都是，结果自然就失控了。在巨大的战争精神压力下，士兵和后方高压作业的工人发现，这玩意儿不仅能搓绳子，于是借着军需品的掩护，开始在底层年轻人群体中悄悄泛滥。这也为后来60年代嬉皮士们的反叛提供了一层物质基础。第四个化学反应，也是最让当时美国人头疼的社会问题：爸爸去前线打仗了，妈妈脱下围裙去兵工厂3班倒造炮弹了，这会造成什么问题？他们的孩子家里没人管，学校也没吸引力。当时兵工厂实在太缺人了，开出的工资高得离谱。一个15岁的高中生，只要去厂里拧螺丝，拿的钱比大萧条时期他爹赚的都多。既然不上学也能赚大钱，那还读什么代数和历史？于是超过1/3的美国高中生直接辍学进厂。这帮半大孩子手里拿着高薪，父母又不在身边，荷尔蒙无处发泄，自然就走上街头了。他们穿最酷的衣服，听着最暴躁的音乐，这给美国日后埋下不少的雷。战争结束了，爸爸从战场上带着一身创伤后应激障碍回来了，妈妈也从兵工厂下岗回到了厨房。社会呼吁大家重新做回乖巧的中产阶级传统家庭，但这帮在街头野惯了、习惯了自己赚钱自己花的半大孩子，能受得了这种憋屈吗？根本不可能。于是他们在战后的50年代直接进化成了让全美国社会闻风丧胆的飞车党，一个个精神小伙出炉。这个时期的资本们也突然顿悟了，这帮手里有闲钱、脑子里有反骨的年轻人，简直是完美的韭菜啊！于是针对这帮人的专属商业帝国拔地而起，卖给他们的不再是实用主义的农具或锅碗瓢盆，而是点唱机、热力改装车、皮夹克、发胶和漫画书。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美国会迅速爆发出极其繁荣的青年消费文化。这帮二战时的报复精神小伙就是第一批掏钱的祖师爷。你以为猫王是怎么火的？如果战后的美国全是一帮听着古典乐和唱诗班长大的乖乖女、好小伙，猫王那种扭胯、叛逆、带着黑人布鲁斯节奏的摇滚乐根本卖不出去一张唱片。正是这帮在二战期间已经习惯了打破常规、听躁动音乐、荷尔蒙无处安放的年轻人，构成了早期摇滚乐最狂热的基本盘。同时，这帮辍学打工的孩子给战后美国政府上了一堂生动也极其可怕的课，绝对不能让10几岁的年轻人兜里有钱还没事干，否则社会非乱套不可。为了收拾这个烂摊子，战后的美国政府和教育部门痛下决心，必须把这帮荷尔蒙爆棚的小子们关回学校里去。怎么关？光靠逼着读书不行。于是，战后的美国高中被改造成了一个个大型青年微缩社会。学校里不仅有代数和历史，更搞起了狂热的橄榄球赛、啦啦队、盛大的毕业舞会、各种社团。美国联邦政府的潜台词很明确：你想出风头，你想发泄精力，你想谈恋爱，全给我在学校里搞，别去大街上惹事。这就奠定了美式高中文化的初见端倪。二战给美国带来的第三个维度的变化，就是大科学时代的来临。在二战之前，美国的科技虽然也很牛，但基本上属于散兵游勇模式。你要么像爱迪生那样自己开个研究所搞发明，要么在通用电气这种大公司里打工。那时候的科学主要是为了商业利润服务，为了造出更亮的灯泡、跑得更快的汽车。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帮美国人下了一盘大棋。希特勒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就是把欧洲最顶尖的大脑，比如爱因斯坦这帮犹太裔神仙大佬，全都逼到了美国。这就好比打游戏，敌方竟然把全服战力排名前10的大神全送到了你这边。美国政府是乐疯了，毫不客气地完成了这波史诗级的智力抄底。这时候，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顿悟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前沿科技绝对不能再交给几个在车库里捣鼓的发明家了，它必须上升为最高级别的国家意志。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暴力、最砸钱的科技拼图游戏——曼哈顿计划秘密启动。美国政府一口气砸下2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动用了10万劳动力，把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聪明的几千个脑袋强行锁在一起，花了3年时间，硬生生把原子弹给暴力破解了出来。除了原子弹，还有雷达、声呐、血浆分离技术、巨型轰炸机，全都是用举国体制砸出来的。这种模式的降维打击能力有多恐怖？二战打完后，别的国家还在废墟里捡砖头，美国已经成了全球最大的专利收割机。战后几十年里，全世界1多半的诺贝尔科学奖全被美国人拿走。资本主义世界75%的最重要科技应用都在美国落地。靠着这种把基础科学当成国防来搞的举国科研体制，美国不仅赢得了战争，更锁死了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全球科技霸权。现在，让我们把这3个维度重新拼在一起，看看二战对于美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经济繁荣的根本是什么？第一，科技与能源带来的绝对增量。如果没有科技革命，人类的经济就是一个零和博弈，地主多吃一口，农民就得饿死。你抢了我的地盘，你就能繁荣，这种繁荣是暂时的，叫内卷式繁荣。真正的繁荣是什么？是蒸汽机、内燃机、发电机。而二战的美国科技大爆发，就是这基础上来了个再次大增量。
第二，底层有钱，光有生产力大爆炸行不行？不行，大萧条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所以，任何的经济繁荣，其背后必须有一套藏富于民的手段。无论是二战时美国政府的强行塞钱，还是现代习以为常的高福利制度、工会保护，本质上都是在干一件事：把大机器生产出来的海量财富，想方设法的分给底层的普罗大众，让他们手里有闲钱。否则，你再爆发，钱转不动，没人买你的。